叶晨对马兰此时的幡然醒悟已经完全不放在心上，他只是在心中暗忖，马兰现在这个样子，要是带回普罗维登斯，萧初然看到了肯定会很心疼。而且这马兰腿又断了，生活自理能力损失大半，要是把他带回去，谁来照顾他的生活起居？萧初然还要上课，自己照顾他又不方便，所以最好的办法是让他留在纽约治疗。不过这样还有2个问题，一个是怎么让马兰心甘情愿留在纽约，另一个是怎么跟老婆萧初然解释。但当务之急还是先把马兰送去医院治疗，虽说他这腿伤，半颗散血救心丹就能让他立刻生龙活虎，但叶晨还是觉得把丹药用在马兰身上多少有些浪费。于是叶晨先驱车将马兰送到了费家的私人医院。由于费建中提前打过招呼，医院上上下下严阵以待，马兰刚到便立刻被几名护士小心翼翼地抬下了车，随后用轮椅推去了骨科的治疗室。一群骨科专家围着马兰，用尽各种专业手段为他治疗，让马兰又找回了在被德福德山惩教所当鬼见愁的感觉。经过医生诊断，马兰的右腿虽然有一定骨折，但好在不算太严重，不需要手术治疗，但还是需要进行石膏固定，再配合药物治疗和休养。随后为了让马兰能更好的休息，他们直接把马兰安排在了最好的病房，其内部豪华程度比豪华酒店的套房还要高档得多。几名护士轻手轻脚地把马兰搬上病床，为他调整到最舒适的角度，然后其中一名护士便对马兰说道：“马女士，您稍等片刻，我去给您拿些水果和点心，您先补充一下体力。”“好的好的，真是辛苦你了。”马兰由于用上了镇痛泵，马兰整个人状态好了许多，再加上躺在舒适的病床上，他也终于重新有了笑容。女护士毕恭毕敬地说道：“马女士您客气了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”待女护士出去之后，马兰眼看着周围那奢华的环境，忍不住对叶晨感叹道：“好女婿，这医院的硬件条件也太好了，这病房至少得有上百平米吧？这么豪华的病房，住一天不得上千美金啊！”叶晨笑道：“妈，这医院是我客户自己家开的，他已经说了，您在这里的治疗不用花1分钱，而且绝对给您安排最好的医生护士，还有最好的病房。”不花钱？马兰惊呆了，脱口道：“妈呀，不花1分钱住这么高大上的病房，这可真是太爽了。”刚说完，女护士敲门进来，带着一盘非常精美的果盘以及甜点。她将餐食都放在马兰面前的小桌板上，恭敬地说道：“马女士，您先吃点水果点心，另外我要跟您介绍一下，您床头的屏幕其实是一块触摸屏，里面有一个下单界面，您可以在上面选择您喜欢吃的餐食，我们会第一时间给您送过来。”马兰惊讶地说道：“妈呀，这么贴心，我看看你们这都有什么好吃的。”说着他点开下单界面，惊呼道：“中餐、法餐、日餐、意餐，妈呀，你们竟然有这么多菜单，一般酒店也没这里的菜单品种多吧？”女护士点头说道：“我们有许多合作的米其林餐厅，一般您选定之后，餐厅会在1个小时之内把您点的餐送过来，所以您要稍微提前一点下单，免得等待时间过久。”马兰连忙问道：“这上面怎么没标价格啊？”“没标价格我可不敢点，万一这一顿饭吃掉几千美金，那岂不是要把家吃破产了？”女护士解释道：“马女士，您现在所处的是我们医院的顶级病房，一般这里都是给我们总裁的家庭成员内部使用的，所以您住在这里，一切消费都不需要买单。”“我的妈呀，免费的！”
马兰又惊又喜地问道：“那这上面还有什么甜点、饮料、香水、护肤扫，这些也是免费的吗？”“对。”女护士点头道：“所有能的服务都是免费的，您喜欢什么可以随便点。如果有不适合您现在这种身体状况的，我们会给您一个专业建议。”马兰激动无比地说道：“好的好的，那我稍后仔细研究研究。”女护士微微鞠躬道：“那您有事随时按呼唤铃，我就在您隔壁护士中心待命。”待女护士离开病房之后，马兰看着叶晨，一脸赞叹地说道：“还得是我的好女婿啊，也就你能有这么大的本事。这么好的地方，看病住院不花钱，吃喝用度也不花钱。要是没时间限制，我能在这住到我80岁生日。”说着，马兰迟疑片刻，实验性地问道：“好女婿，你说妈能不能就在这里住着，好好休养休养，暂时就不去普罗维登斯了？”叶晨没想到马兰竟然主动提出不回普罗维登斯，于是便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道：“其实我也觉得您留在这里会比较好一些，因为这里有最好的医生和护士，他们能够24小时给您最好的治疗和照顾，比去普罗维登斯要方便多了。毕竟在普罗维登斯也没人能24小时在您身边照顾。”马兰连连点头，认真道：“反正在这里又不用花钱，而且什么都还有人伺候着，这么大的便宜不占白不占。”说着，马兰又道：“哎，对了，出然的课程估计也就剩下个把礼拜了，到时候你们肯定是要从纽约走的。依我看，不如我就一个人在这里住着休养，你先去普罗维登斯陪着出然，等出然结业之后，你们俩再来纽约把我接上，咱们一起回金陵。”叶晨点了点头道：“这个安排倒是挺好的，不过唯一的问题是出然一直很担心您，得先让他知道您出狱了，他才能放下心来，而且还不能让他知道您腿受了伤，不然的话他肯定会第一时间赶来纽约看您。”这个简单，马兰不假思索地说道：“一会儿我给出然打个电话，就说我已经出狱了，然后又在监狱里面认识了一个关系非常要好的狱友，狱友邀请我在纽约玩几天，所以我就先不回去了。什么时候等你们从普罗维登斯到纽约来了，到时候我再跟他实话实说。”叶晨觉得马兰这个主意不错，于是便开口道：“行，既然这样的话，那妈您就给出然打个电话吧。”马兰掏出自己的手机，充了会儿电，让手机开机之后，便第一时间给肖出然打了个电话。肖出然此时刚从学校回到酒店，忽然看到妈妈的手机号给自己打电话，整个人先是一怔，随后便意识到妈妈很可能已经出狱了，于是便立刻接通电话，激动不已地问道：“妈，是您吗？”马兰连忙说道：“是妈妈出然。妈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妈已经出狱了。”本期视频结束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。